你相信吗？一只在巴西的蝴蝶扇动它的翅膀，可能在2周后的德克萨斯州引发一场龙卷风。你可能会觉得这只是科幻小说的夸张说法。我们常常觉得要改变人生，就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身为一名生物工程师，今天我要告诉你，宇宙它的运行方式并不是线性的。今天我就要带你来拆解什么是混沌理论，同时也让你了解那些你每天看似不起眼的10分钟的努力，其实才有可能是你人生引发巨大风暴的初始变量哦。大家好，我是 Dr. 静宁，微生物学博士，生物工程师。在实验室培养细胞的时候，如果初始条件的培养液温度差了 0.1 度，3天后，这整批细胞的状态可能会完全天差地远。这种初始条件的高度敏感，是科学家的日常，也是我对于人生最深的体悟哦。以前我也总想着什么时候才有那个瞬间翻转命运的时刻，直到我从混沌理论中看见了微小力量的真正威力。今天我就要分享这一套科学逻辑，并且帮助你了解那些在你日常生活中被你忽略的小动作，它其实背后隐藏着巨大的能量。首先，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这并不是一个幻想哦，而是一个意外的计算错误。1961年，气象学家 Lorentz 在用电脑模拟气象预报的时候，为了省事，他把一个数字从 0.506127 改成 0.506， 这不到1/1000的误差，在经过电脑运算之后，竟然导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个呢，就称为混沌理论 （Chaos Theory）。这个结果告诉我们，在一个复杂且动态的系统里，比如说气象预报，或者是你的人生，初始条件有多么的重要。这微小的差异并不会因为时间而消失，反而会因为正向的回馈而无限的放大。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场龙卷风真的可以回溯到只是因为一只蝴蝶拍动了一下翅膀。我们活在一个及时回馈的时代，你今天读了10分钟的书，明天你不会突然变聪明，或是你今天早起10分钟运动，明天你的体重也不会有大幅的变动。这些都是因为在人生早期的阶段，蝴蝶效应的连锁反应还没有被放大到肉眼可见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没有看到结果之后，就会选择中途放弃。我们习惯用线性思维来思考，当我们付出1，就应该要得到1。但是啊，人生它就是一个非线性的。当你付出了很久的 0.1， 可能就会在某一个临界点爆发出100倍的效果。你没有看到结果，并不是因为你没有进步，而是你还在那个初始变量被放大的过程中。所以，如果你因为没有看到结果而中途放弃，那只能够引发龙卷风的蝴蝶，它就再也没有机会拍动它的翅膀了。那现在我们知道了，微小的改变是可以产生巨大的能量。那我们要如何在生活中制造你的蝴蝶效应呢？在这里我就要提供3个方法。第一个，锁定关键的初始变量，不要试图同时改变10件事，这样会让你的系统整个崩坏。找出那一个可以引发连锁反应的小事，比如说，如果你想要更健康，不要想着我每天都一定要运动，而是从每天下班就换上你的运动鞋开始。换鞋子这件小事就是你的蝴蝶翅膀。第二个，建立正向回馈。当你完成这件小事，一定要记得给自己一点奖励。这在神经科学上可以强化你的神经回路，让这只蝴蝶可以持续的拍打，直到它形成惯性。第三个，
耐心的等待这个非线性的爆发点。科学实验需要时间，当你觉得努力没有用的时候，告诉自己，我现在正在累积初始条件。当连锁反应一旦启动，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坚持这10分钟的你。虽然混沌理论让未来变得难以预测，但同时它也给了我们最强大的希望。这意味着你不需要拥有完美的背景或者是惊人的天赋，你只需要在那个当下做出微小且正确的一个选择。这个世界很大，但是它对于你的每一个意念呢都非常的敏感。你今天温柔地对待了一个人，或是坚持了多看1页的书，以及你今天选择了自律而不是放纵。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蝴蝶翅膀，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一场属于你人生的壮丽风暴正在缓缓的形成。最后，如果今天要为你的人生拍一下翅膀，那一件微小的小事会是什么呢？是在留言区写下你2026年的目标，还是现在就起身喝一杯水呢？记得把它写下来，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个蝴蝶效应的力量。如果你觉得我今天的影片给了你一点点的坚持下去的动力，不要忘了要给我一个赞，分享给大家。最重要的是，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我是 Dr. 静宁，我们下周见。现在就起身去拍动你的翅膀吧。